运球就看 Uncle Joe， 战术就学 Coach Lu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Lu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。在你们心里对科比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是什么？单场81分的神迹，3节狂砍62分，还是说60分的生涯谢幕战？提到这名湖人名宿，你很难不会想到一个词语去形容他：偏执，亦或者说极度偏执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偏执这个词也会有褒义的一面。他不会因为上一场20投0中的表现对自己感到失望，不再选择出手。或许这也是为什么科比如此特别的原因，以至于让我觉得最体现科比个性的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一场比赛。2009年西部半决赛湖人对火箭的第2场决战，虽说不是总决赛，但那一年对湖人威胁最大的蓝鹿虎还真是这支来自休斯顿的球队。第一场比赛科比得了32分，但他用了31发投篮，尤其是对位火箭一名隐藏英雄，22次投篮仅命中了8个。当年的顶级外线防守球员肖恩·巴蒂尔，一名完美的头脑型防守专家，他对科比的投篮脚步进行了大量的分析解读。在比赛中，他一直让科比用不太舒服的左手突破，将他一步步引入包夹陷阱之中。每一次科比投篮，他的眼前都会有一只大手，让他丢失了篮筐视野。这是巴蒂尔非常擅长的招式，遮掩防守。他对尺寸拿捏的特别准确，你会发现巴蒂尔的手掌很少会拍到进攻的脸部。你不仅要担心面前这位防守大师对抢断嗅觉极其灵敏，即使看似安全的后仰跳投，他也会让你的出手极其不适。科比就陷入了这个困境，当他尝试借助掩护杀进内线，就会陷入巴蒂尔与姚明的双重包夹，并且那一场湖人的内线3塔一共才拿了33分，姚明一个人砍下了28分。就当所有人以为湖人可能要倒在西部决赛大门之时，第2场比赛科比就迎着巴蒂尔遮掩防守，单场狂砍40分，捍卫主场胜利。是巴蒂尔出了什么问题吗？赛后萨姆辛基说了这么一句话：科比得了40分，但巴蒂尔防守真的很好了。这话说的已经足够含蓄，要不是在接受采访，萨姆辛基恨不得撕烂这份数据报告。你不得不感叹科比的神奇，仅仅1场比赛的失利，他就能调整自己的状态，给这名防守专家好好的上了一课。靠什么？靠那些神仙球吗？科比这些出手一个个看着非常不合理，但在这些投篮的背后却隐藏着很多不起眼的细节。最明显的是，我们去看科比本场比赛得分的跳投，大量运球、投篮假动作、背身，他最喜欢的进攻武器基本都消失不见了，因为他的假动作在第1场比赛吃尽了苦头。巴蒂尔很聪明，他在防守科比的背身假投篮时，他不会选择起跳，但不起跳还不足以成为科比放弃的全部原因。我们注意这里，巴蒂尔在防守科比的背身时，他没有打开双脚，没有顶在科比的正后方。你会发现巴蒂尔一直站在科比的右侧区域，这让科比的投篮极其难受。左侧区域我都给你，有本事你就在左侧颜射我。听起来是让人没有什么办法，科比的解题思路也是一如既往的让人汗颜。左侧颜射你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于是肘区的科比迅速启动，他留意到姚明的协防位置，一定会防他突破。在接球前，科比压低重心，减小双脚间距离，衔接一个小跳步，果断将球扔了出去。其实我们回看一下，科比接球后也可以慢一点往前移动，把姚明锁死在自己身边，让大加索尔有顺下空间。对于姚明这种蹲坑大中锋，你需要慢一点才能将他牵扯出来，但这就掉入巴蒂尔的陷阱了。科比在第1场尝试过这种进攻，等到他准备传给顺下的大家，巴蒂尔凶狠地扑了过来，直接将球扣在自己的怀里。所以科比明白，对于巴蒂尔这种不吃谎、防守凶猛的球员，他必须要以快取胜。就像这个回合，科比放弃了假动作，一招低扫运球晃过巴蒂尔，干净利落的后仰跳投，将球狠狠地甩进篮筐。科比也算是想明白了，如果没有突破机会，运3下球都是多余的，不和你周旋，直接拔就完事了。说实话，这些球确实不讲理，说好听点这是个人英雄主义，难听点可能就是打得太毒，就是顶着防守投而已。相比较巴蒂尔对科比的防守，后者的出手选择完全充满着不科学的味道。这也是很多人对科比最大的误解，他会投神仙球，但不代表科比不带脑子打球。同样，他也在对巴蒂尔防守习惯做出了分析。像这个回合，科比以大加索尔的高位挡拆，巴蒂尔的选择移动到科比的右侧，把他放进去，让姚明堵住科比的突破路线。科比很清楚，
这是火箭针对他的办法，将他放到内线前后包夹，让科比出不了球。我们看这里，科比叫了奥多姆帮自己做个挡拆，无论是巴蒂尔还是姚明，看到奥多姆的挡拆动作后，都把视野放在这一侧。就在挡拆还没形成时，科比一个加速，直接下向篮下，左手上篮完成中决。这一下进攻的时机、方向、选择和细节，科比都算到了，算是将巴蒂尔彻底打懵了。于是火箭将巴蒂尔换下，让阿泰斯特负责防守科比。火箭的阵容发生了很大改变，为了保存姚明、斯科拉的体力足够打下半场，火箭同时将这2名常人换下场。于是火箭内线的高度不够了，科比开始侵略火箭的内线，用低位强吃阿泰斯特。这回合更夸张了，科比叫了个挡拆，顺下禁区，直接把火箭这帮球员全部拉到自己身边，队友的机会就出来了。等到巴蒂尔上场，科比依旧沿用上半场的快打战术，接球、下沉重心、干拔跳投完成得分。这一次难题留给了巴蒂尔，科比的火热手感让巴蒂尔放弃了遮掩防守，高高伸直手臂干扰科比投篮。但显然已经为时已晚，他自己也很清楚，让科比这样的球员热好了身，打足了手感意味着什么，真的挡不住了。但我们回看巴蒂尔的防守，也说不出什么不好，每一步防守都是对的，也没有出现严重失位情况，但就是防不住。或许到这你们会理解萨姆辛基到底有多么抓狂。2008年西部决赛，波波维奇与马刺投篮教练英格兰杰一起表达过类似的想法。科比不算联盟最好的远投手，但他是联盟最好的跳投手之一。这话是有些别扭，篮球不是远投球员才是最好的吗？但看过这场比赛，很多时候跳投手要比远投手更具价值意义。就像这一场的科比，他很清楚巴蒂尔一直在逼他用高难度投篮完成出手，他也知道巴蒂尔试图用遮掩破坏他的节奏。实际上本场比赛全场下来，科比几乎没连续用过同一种姿势完成出手。对付巴蒂尔这种聪明人，科比变了许多招数，用不同的方式，用许多奇怪的微调，让巴蒂尔看似完美无缺的防守总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。1992年总决赛，滑翔机被乔丹打得心服口服。我以为 Michael 有2000招，我错了，他有3000招。科比这一场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在上帝视角去看比赛，和巴蒂尔正面对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科比在进攻端给出的压力始终只有巴蒂尔自己才最清楚，以至于当巴图姆刚去拓荒者，麦克米兰教练这么告诫他：防守麦迪你要防他强投，防守勒布朗你要限制他突破，多让他投篮。防守科比，还是祝你好运吧。在篮球场上，我无惧任何人，哪怕是神也一样。作为96年黄金时代选秀球员，他力压科比、雷阿伦，那时马布里成为那一年最闪耀的状元郎。事实证明，他没有让费城失望。就是这个1.83米的小个子，在曾经用身体打球的联盟中独树一帜，在新秀赛季就能连续缴出40加表现，甚至他在篮球之神面前命中了那一记 shot。乔丹在赛后采访时直言艾弗森 crossover 太快了，我猜到了他会把球拉回右手，但他把重心放得很低，本身个头就小，他的重心比我低很多。自那一次 crossover 发生后，乔丹对这位迷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：那球被你过了之后，我就当不了你的偶像了。艾弗森 crossover 充满了迷雾，全世界都知道他会从右路突破，但还是防不住。乔丹猜对了艾弗森的运球动向，但那一次他失手了。艾弗森快吗？很快，但他没有达到维斯布鲁克与罗斯变态的瞬间爆发程度。我们将目光锁定防守身上，发现他们不是追不上艾弗森，而是被晃飞了。答案就呼之欲出了。艾弗森的变相总是能还原防守。曾经 NBA 最不缺的就是变态身体球员，他们都清楚艾弗森钟爱右侧突破，可是为什么每一次防守他们都记不住教训，一次又一次的上当？这很奇怪，不是吗？这部影片就让鲈鱼为大家分析费城之王的 crossover 为什么每次都能欺骗防守。首先，让我们排除一些误区。虽然艾弗森官方身高仅有1.83米，但他和普通小个子不太一样，很大的手掌加上1.96米的臂展，艾弗森可以做到很多小个子无法完成的运球动作。通常球员在运球时会像欧文一样，将篮球放在空中这个位置，你们看，离身体很近的距离。艾弗森多数运球时会将篮球放在空中一个很奇怪的位置，他的运球幅度非常大，篮球已经远离他的身体，
却还在控制之中，这得益于艾弗森的超长臂展。看看防守球员反应，或许可以知道艾弗森运球幅度为什么如此夸张。艾弗森每一次 crossover， 他的脚步移动距离并不是很大，但加上篮球的距离，防守为了超截篮球要迈出更多距离。艾弗森在用篮球操控防守。在篮球场上，防守防的究竟是什么？不是人，而是篮球。所以在防守眼里，艾弗森手中篮球比他更具有吸引力。艾弗森每一次 crossover 像极了突破，防守很清楚他会将球运到另一只手中，但过低的重心，篮球基本是贴着地面在飞行。当他需要将重心调整到破坏运球的程度时，防守也就完蛋了。看看他重心调整回来时，已经被艾弗森甩到多远的距离。如果说巨大的运球幅度，艾弗森可以肆意操控防守的重心，那么艾弗森肢体动作彻底摧毁了防守。这是普通的变向运球。欧文的上肢与篮球同时朝向左侧，这是艾弗森的变向运球。你们看，他的上肢和篮球方向完全相反。为什么要加这个奇怪动作呢？原因在于肩部。艾弗森非常喜欢用肩部运球晃人，也就是晃肩误导动作。晃肩是艾弗森式 crossover 的精髓。我们再回看这两个图片，艾弗森使用这个奇怪的姿势，是为了让肩膀与篮球完成反方向倾斜。看看艾弗森晃肩动作，防守每次都会上当，以为他会完成从左侧的顺扑突破。这时候他们可能忘记艾弗森有多么钟爱右侧突破，这也是晃肩的意义，极大提升顺步突破的威胁，骗走防守重心。突然与篮球同侧的肩部下沉，防守下意识认为艾弗森会朝这个方向突破了。如果这么想，防守只能掉入 crossover 的陷阱。此时艾弗森完成 crossover， 他们无法及时调回重心，只能无力看着他将篮球打进。艾弗森对乔丹第一次使用 crossover 时，我们看看乔丹的动作，他看到了乔丹向顺步方向移动了一大步，所以他很清楚，当他使用第二次相同动作时，乔丹还是会上当。我们经常能看到，当艾弗森悬浮运球时，第一个 crossover 总是能骗到防守脚步，他们总是被篮球与肩膀欺骗，这也是事实。无论我们安慰多少次自己，艾弗森一定会从右边突破。当我们切身的面对这种姿势的 crossover， 谁又能保证自己不会被欺骗到呢？又有谁可以敲定艾弗森只会从右侧突破呢？他很喜欢右侧，不代表他只会右侧突破。艾弗森篮球生涯同样有数次左侧突破经历，只不过相较于右侧，频率发生的太少了些。提到艾弗森运球突破，我们不禁可以想到他的 crossover， 还有这个画面，艾弗森的蝴蝶穿花步。你们会发现，艾弗森在普通变向运球时会变回与欧文一样的姿势，他的运球节奏感非常出色，每一次的小变向就像带着篮球起舞一般。看看防守的双脚，他也忍不住加入艾弗森的汤格时刻。当防守和艾弗森节奏一起移动时，艾弗森的突然加速会将他无情地甩在身后。让我们重新看看艾弗森突破第一步速度有多快，他可以在每次变向中突施冷箭般发起快如火箭的第一步，这很难预测。乔丹曾说过，艾弗森第一步实在太快了，这对防守来说又是一个难题，他们很难跟上他的第一步。但艾弗森欺骗性运球动作实在太多了，防守已经吃到太多速度的教训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似乎明白了一些，为什么艾弗森第一次 crossover 威胁力可以如此巨大。防守不敢躲，稍稍有些迟疑，艾弗森已经从外线跑到禁区内了。但如果艾弗森在第一步后选择急停，将球拉回呢？低头全速奔跑的防守，他们大脑能想到这一点，可身体的惯性跟不上这一切发生。艾弗森被称为脚踝终结者，就是因为他用这招惩罚太多的防守者了。他非常擅长急停拉球这个动作，但很多情况，艾弗森在急停后会重新启动，又开始了新的轮回。这意味着防守面对同一个突破，他至少被惩罚3次。谁又想去对位这个麻烦小子呢？神鬼莫测的 crossover 随时要面临被晃飞的局面，但让我们将目光放在这个神奇的后卫时，现在的 NBA 是不是太缺少曾经的观赏性了？曾经象征不少人青春的4大分位，每一名球员都极具特色，观赏性十足的打球风格。希科、东岸、北卡、南麦，这4大传奇后卫充满着浓烈的英雄主义特色情怀。如今的 NBA 少了很多这样的身影，很多人口中 NBA 变得不再好看，可能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。还好现在有欧文、库里这些出色后卫，时不时为我们呈现精彩的运球瞬间。今年季后赛
自从第2轮开始，也没有了欧文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解说喊出那一句 crossover 的呐喊声。相比较最后捧起总冠军奖杯那一瞬间，很多人是不是在期待曾经那些球员在某个时刻呈现出的篮球艺术？就像科比曾说过，现在的人根本不知道艾弗森有多强，但他的 crossover 太快了，晃过太多的人，又晃走太多的青春。似乎这种传承出现了断裂的迹象。很多评论区小伙伴想看他们的解析，不仅仅是因为艾弗森是你们的英雄吧？现在的 NBA 好久没有出现他的传承者了。运球、合球、干拔，犹如枪出游龙一般。你明知道他会做出什么选择，但就是没办法阻止他，只能绝望地看着，被动接受。自己的心理防线被一步步击垮。那一夜，上帝穿着1号球衣降临在休斯顿丰田中心，他让主场观众无比后悔，为什么自己要提前离场，错失了亲眼见证历史的机会。那一夜，他让世人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，白马银枪的天才少年特雷西·麦克格雷迪。你会好奇，为什么他的干拔如此强硬？无论防守给他多大压力，麦迪可以无视这一切，将手中的篮球狠狠地甩进篮筐。你会好奇，为什么他会拥有无比虔诚的追随者？他们一直坚信，如果麦迪出现在小球时代，没有人会是他的对手。湖人名宿科比·布莱恩特同样给出了极高的评价，麦迪是他篮球生涯碰到过最难缠的对手。科比当面和麦迪感叹过：“老哥，你在场上可以做到我能做的任何事。”这句话也很好地解释了麦迪的篮球天赋到底有多么出色。这部影片就让鲈鱼为大家分析麦迪的进攻到底有哪些秘密。巅峰时期的麦迪，你们对他印象有哪些？想必最深刻的一定是那极其不讲理的出手选择，干拔跳投。那么你一定会不理解，为什么防守会做出这种姿势？双手下垂到膝盖高度，大幅度向两侧张开，双腿屈膝，保持很低的重心，这是标准的防突破站位。直到麦迪高高跃起，将篮球举过头顶，防守就像走神一样，迟缓地伸出左手，企图对麦迪的投篮造成一定的干扰。但显然这没有任何作用。麦迪最强的是干拔跳投，为什么从防守的站姿来看，他好像非常忌惮麦迪的突破？因为麦迪在突破上也有很高的造诣，尤其在魔术效力的生涯时期，麦迪突破第一步是行走江湖的最强杀器。麦迪的突破非常具有威胁性，当防守稍不留意，他就会马上祭出第一步突破，无往不利。无论麦迪的篮下终结水平如何，作为教练很难接受一名68身高的球员出现在篮下终结区域。麦迪的第一步很快，快到足以迅速抢占第一身位，并且麦迪在第一步突破后会有其他的投篮选择，比如说运球后突然合球的干拔跳投，这同样是麦迪非常喜欢的进攻招式。对麦迪来说，他获得了更好的投篮空间。或许到这里你会明白防守为什么如此忌惮他的突破。结果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。麦迪在进攻时非常耐心，他会细致观察防守的重心、双手位置以及进攻区域的协防球员位置。当他突破过掉第一道防线，依然会选择干拔跳投。如果是这样的结局，真的还不如像这名防守球员一样保持一定的距离，防守突破。或许这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，因为他没有自信能在麦迪的运球假动作中保持绝对清醒。你会发现，麦迪在施展第一步突破前，非常喜欢用大量的运球作为他突破前奏曲。我们看，非常多的连续晃动，高达6'8"的身高，麦迪依然能轻松完成专属于矮将的运球动作。他的运球重心很低，并且给人一种非常随性轻松的感觉。麦迪并非在一板一眼僵硬的执行动作，我们慢动作将它分解一下。麦迪第一次的胯下运球非常随意，看起来不像是突然加速的动作。但第二次，麦迪的左脚突然向后大力蹬地，做出了一个突破加速的挖步动作，重心在之前的基础上降低到更夸张的高度。这个动作彻底麻痹了防守。看看他的双脚，你会发现他的脚步重心已经彻底乱了。接下来的突破顺理成章的容易。当时负责防守麦迪的球员每天都要做噩梦。你很难相信如此高大的球员却一直在用运球、脚步去外线完成单打。说实话，他们可能宁愿去面对勒布朗另一种不讲理的突破，也不想面对麦迪。比他高的没他快，比他快的又没他高。而在麦迪的突破中，你会发现这个小细节，麦迪的身体和地面形成了近45度。
他会将上肢狠狠地靠在防守身上，这为他突破提供足够强的身体对抗。防守确实拿他没办法，他们必须稍微向后仰一些，如果太过靠前，就是在送麦迪站上罚球线。如果向后仰，意味着他们的起跳受到了很大的限制，这个姿势很难去完成一个充足的起跳动作，因为他们的重心是向后的。封盖没办法，只能从抢断上下点功夫。这又涉及到麦迪另一个先天优势，超长的臂展以及足够抓球的那双大手。麦迪在选择这个姿势突破时，他会利用长臂优势让篮球远离防守。面对这种情况，防守真的会无计可施。所以在突破时，麦迪很喜欢用绕的方式跑到防守面前，完成篮下终结。到这里，我或许明白麦迪的粉丝为什么对他如此疯狂。6尺8的球员却能像艾弗森一样在赛场上使用接球动作打球，这样的比赛表演谁能不爱呢？麦迪的运球是历史顶级的。乔治与 KD 曾公开表示，麦迪的运球晃动衔接投篮是他们学习的模板，能成为现役2名历史级得分手的模板，这就是麦迪的特殊之处。他就是高个子练会矮将运球的考卷答案。KD 运球衔接投篮，乔治的运球衔接投篮，在他们身上你都能看到麦迪的身影，就像是一件艺术品。这也是为什么麦迪的进攻难以被防住的原因。除了速度和大长腿的不服以外，麦迪的人球结合能力、身体协调能力在这个身高下真的是太完美了。放眼联盟，和麦迪相似身高、打球风格比较接近的球员很多，但只有麦迪打球方式给世人留下最深的印象。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麦迪的运球、投篮假动作经常能骗到防守。篮球就像长在他身上一样，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逼真。即使是足够老辣的乔丹，面对麦迪的假动作也会忍不住跟着跳起来。麦迪的动作非常流畅，他一直在用这招晃走乔丹，跳起来就是一记干拔终结。虽然是暮年乔丹，但他的经验非常丰富，很少会见到乔丹在一名球员手下连续吃亏。他也没想到很好的办法去限制麦迪的干拔跳投，将球举过头顶，跳起来的高度足足达到防守的膝盖，长臂的绝对优势。麦迪的投篮之所以无解，是因为他的干拔基本不可能被封盖，他可以无视防守，投进那些本该不进的投篮。放在旁人身上，你会说这是运气使然，但是对于麦迪来说，这并不是偶然，而是实力。他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干拔，运球后干拔，原地起跳干拔，哪怕是面对包夹，麦迪依然能在重重防守中轻松地将球扔进篮筐。可能你们会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麦迪拥有如此强大的天赋？他的投篮表现没能超越科比的投篮，这情况大概率出现在麦迪的投篮辅助手左手。麦迪的投篮右手甚至比科比还完美。强如乔丹、科比，他们在后仰跳投时需要用右手保持一定的用力状态，才能保证高难度出手的投篮稳定性。而麦迪的右手手感非常柔和，但是他左手却不是这样。投篮出手后，你会发现麦迪的左手什么样动作都有，手指松软无力，辅助手的极其不稳定性会对他的投篮造成很大的影响。我们去看那些优秀的得分手，你会发现他们的辅助手在投篮出手后会基本保持同一个姿势。麦迪左手不行吗？并不是的，麦迪左右手的球感几乎达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高度。麦迪不是不会左手，相反，他的非惯用手还非常会玩球。所以说，很多人指责麦迪的努力达不到科比高度，基本是真的。你会可惜麦迪的先天性脊椎伤病，但如果麦迪肯付出科比的汗水，他绝不止于这种高度。爱麦迪的你们难免会有一些惋惜的情感掺杂在其中。如果巅峰时期的麦迪放在现在时代，会是什么样的水平？我个人观点，没有一名球员能正面阻止他，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得分手。麦迪的传控能力同样顶级，不需要我过多赘述，这一张图也足以说明麦迪那一个赛季有多么传奇。但很可惜的是，麦迪最巅峰的统治力只留在了那一个赛季。如果他拥有科比的性格，谁又能知道麦迪能达到怎样的成就呢？可是那就不是特雷西·麦克格雷迪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部影片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，请点点订阅，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。